离婚5年后，曾深陷风波的赵丽颖高调晋升，彻底和冯绍峰拉开差距。5年前她离婚那会儿，好多人等着看笑话。一个女演员，30出头，带着个孩子，前夫家底厚人脉广，怎么看都是她吃亏。网上那些话不好听，说她高攀没攀住，说她还带着个拖油瓶往后难了。结果5年过去了，那些人愣是没等到她落魄，她倒是一步一步走到了谁都没料到的位置上。先说最近最热闹的一件事，纪梵希把她从全球彩妆代言人升成了全球彩妆及香氛双线代言人。听着好像只是多了几个字，但圈里人都知道，这完全是两码事。彩妆线看的是脸，是你涂上口红好不好看，粉丝买不买账。香氛线不一样，它卖的是氛围，是你往那一站，能不能让人相信你身上有故事。所以你看纪梵希香氛线过往的合作名单，奥黛丽、赫本、查理兹、塞隆、娜塔莉、波特曼，清一色的国际面孔，华人艺人之前连门槛都没跨进去过。赵丽颖半年前才刚接手彩妆线，半年后就拿下了双线，这个速度连品牌方自己的人都有点意外。官宣那天放出来的香氛大片，1个小时微博上就涌进来5亿多阅读量。电商平台那边更直接，2天时间同款香氛预订额冲到2300万，品牌旗舰店的访客数翻了快4倍，好几个城市的专柜门口排起了队，有些单品当天就断了货。有个做营销的朋友私下算了笔账，说光是这一波官宣带来的曝光量，差不多顶得上纪梵希在亚太区3个月的营销费用。但品牌不是只看短期带货的，他们真正在意的是赵丽颖身上那股劲儿跟他们想要的东西对上了。她这几年演的角色，从许半夏到郝秀萍，没一个是软绵绵的，个个都是有主意、不服输的女人。纪梵希主打的理念是无畏破戒，不拘定义，两边一碰就觉得这个人对了。所以这次升任不只是她个人的事，往大了说，等于是中国女星在顶奢香氛线这块被欧美艺人垄断的地盘上，硬生生挤出了一个位置。以后别的品牌再选人，可能就要多想一想，是不是也该看看东方面孔了。商业代言这边风光，影视那边也没闲着。浮华之上是 S+ 级项目，导演兼编剧是滕从从。这个名字有些人可能不熟，但一提起送我上青云，不少人就有印象了。当年拿了金鸡奖最佳编剧提名，是个很会讲故事的女导演。这次的故事设定在拍卖行，网传赵丽颖演的女主角冯歇是个高级专家，专业过硬，头脑冷静，跟一个叫庄兰博的造假天才斗智斗勇，里头还牵扯着金融猫腻和艺术造假。这个角色跟她近几年的路子很搭，都是那种靠脑子吃饭，不靠别人施舍的女人。而庄兰博这个角色据说定了于世，这小伙子演完《封神》第1部里的姬发之后，人气一路走高，参演的电影加起来票房早过了100亿，算是年轻一辈里既能扛票房又有演技的。收视女王搭100亿小生，这组合一放出来，网上就有人在说2027年春节档的黑马可能已经提前出现了。不过赵丽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真不是靠什么好运气。往回看5年，她做的每一步选择都是明明白白朝着一个方向走的。离婚之后，她主动从古装偶像剧那个舒适圈里跳了出来。那个圈子她太熟了，拍起来轻车熟路，片酬高，粉丝多，带着很舒服。但她没留恋。2022年《风吹半夏》播出，她演的许半夏在男人堆里抢生意，那股不服输的野劲儿让收视率冲到年度最高，飞天奖和金鹰奖的事后奖杯一起到手。这下再没人把她当流量小花看了，她用一个角色把标签撕得干干净净。2024年更大的转折来了，
他跟张艺谋合作第20条，演一个听障母亲郝秀萍。整部电影里他没有一句台词，全靠眼神和肢体在演戏。这个角色让他拿了金鸡奖最佳女配角提名，主流电影圈的门算是被他推开了。有人说他是运气好，碰到了好导演好本子，可机会来了，你的接得住才行。没有前面那些年的积累，没有他对自己那股狠劲儿，这机会砸到头上也未必能抓住。2025年的《乔岩的心事》上映后有些争议，口碑两边倒，但有一点是公认的，他在大荧幕上的表现越来越稳了，不再是一个电视演员硬撑着演电影。到了现在这部《浮华》之上，是他第一次真正以电影大女主的身份扛起一部戏，说是新起点，更像是对这5年交的一份答卷。再把时间拨回2021年4月23号，那天赵丽颖和冯绍峰同时发了离婚声明，微博服务器差点没扛住。当时网上的风向挺有意思的，不少人心疼冯绍峰，觉得他在这段婚姻里是被放弃的那一个，还有更多人认定赵丽颖离了婚带着孩子，事业肯定要走下坡路。这种论调当时很普遍，毕竟在大多数人眼里，一个30多岁的单亲妈妈在竞争这么激烈的娱乐圈还能有什么大发展？5年过去了，两个人的轨迹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方向上了。赵丽颖这边作品一部接一部，而且质量稳得住，每年保持1、2部的产出，不贪多但求好。从幸福到万家里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农村姑娘和幸福，到小城大事里扎根基层的镇长李秋平，每个角色都在往深里挖，不重复自己。商业代言从离婚时的18个涨到了34个，从国民品牌到国际顶奢，铺得很开。他几乎从不在公开场合谈私生活，所有的曝光都跟作品有关，拍完戏就安安静静过自己的日子，偶尔被拍到也是带孩子出门，没什么花边新闻。冯绍峰那边就安静多了，离婚之后他的作品数量明显减少，而且大多没掀起什么水花。2023年播出的《山河月明》宣传期阵仗不小，但播出后口碑和收视都不及预期。后来的几部戏，他多是以配角的身份出现，戏份有限，能让人记住的角色也不多，反倒是私生活更受关注，隔3差5被拍到跟不同女性同行的画面，绯闻不断，路人缘一点点被消耗掉了。他也不是没有演技，早年的作品也证明过自己，但这些年好像一直没找到一个明确的方向，东拍一部西拍一部，没能拿出一个真正有分量的角色来稳住阵脚。两个人这5年的差距，说到底不是运气的差距，也不是天赋的差距，是对事业的态度不一样。